上期节目刚刚说完，习近平要出手了，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果然，净网行动2024正式启动，美国大使馆微博账号下面的留言大量被删除，甚至还有人遭到全面封杀。就在这2天，习近平考察了天津，并且呢和现场的群众进行了互动，表现了自己并没有得什么胰腺癌这种传闻啊。那么同时呢，他还提到了一点，就是在1966年他文革时期的吃天津包子的回忆。那么这个时候他突然提到文革，而且还提到了所谓串联，就是当时的红卫兵要组织起来一起全国大串联去造反，打倒这些各个地方的当权者。这是毛泽东号召起来，就是反体制。习近平只是提到了他当时在串联的过程中吃天津包子的美好回忆，可是这难道没有政治上的隐喻吗？他现在突然在这个时刻提到文革，提到串联，提到红卫兵，一边在说吃包子的事儿，却一边在动刀子。除了最近他开始对军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清洗，从火箭军现在已经上升到核工业了。中核集团的高级顾问李广长就在昨天突然落马。就在去年12月，中核集团还有一个下属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秀江也落马。前些天，另一位该集团旗下的党委书记钟洪亮也落马。很明显，他的反腐燃烧到了核领域，下一步就像我讲到的，一定在金融领域大开杀戒，甚至未来不排除直接关闭中国股市。那么目前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已经有这么多人在美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账号下边去留言去抱怨，现在我们看到中共终于出手了，网信办不断在疯狂删帖，当然了，很多的这个网民也在继续疯狂留言，甚至有人在下边留了言之后，他说他讲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结果不仅自己的微博账号被封，他的新浪财经、支付宝账号全部被封号或禁言。因为他用自己的手机上这个微博，所以连带的这个手机里边的另外3个账号全部被封。因为每个手机都有自己的一个 IEMI 的号码啊，按照这个编号，只要这个编号的手机的所有的其他的软件也都被封。其实我就遇到过，之前我在小红书上发了一张照片，结果我那个小红书账号被封，然后我用我的同样的一部手机重新注册了一个小红书的账号，结果也不行啊，就说明这个手机被封锁了。别忘了，就在前些天，中国正式宣布开启净网行动2024，这是春节网络环境整治的专项行动。它这个净网行动列出了6个要去被整治的对象，你会发现这6个都是非常主观的判断。第一，宣扬猎奇行为，违背公序良俗问题；散播网络戾气，煽动群体对立问题；炮制虚假信息，恶意营销炒作问题；色情赌博引流，网络诈骗问题；鼓吹炫富拜金，无底线追星问题；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问题。每一项都没有明确的定义。什么叫猎奇？什么叫做公序良俗？什么叫做恶意营销？什么叫做虚假信息啊？你说真的就是真的，你说假的假的，不是政府来决定吗？所以这里边全部都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它其实根本的它没有说到，其实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就是维稳，因为社会稳定直接关系到它的政权的稳定。那么这个净网行动当然就会包括在微博上边，在美国大使馆下边的留言了，所以现在大面积被删除，很多人被禁言封号，未来甚至不排除，我认为还会抓这么1-2个人，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就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有一个杨粉红，他都宣布了我退网了，我连夸中国都不敢再夸了。这个人就是曾经怼过我的那个德国美女海文娜。他说我累了，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要回到自己安宁的世界里去了。他说他会在海外的平台，比如说 TikTok 来发表相关的影片和内容。他说我可能跟这个国家的最有素养的人待的时间太久了，这让我对一切的评价存在高估。当初他怼我的时候是怎么说的？觉得不同意我的看法，结果他现在的实际的动作等于在证实认可了我之前的判断，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作为一个洋粉红，他又想保持自己洋粉红的一个身份和素养，不像这个中国那些粉红那么 low。
想理性的爱国，当然这国是中国了。可是不好意思，在中国，你只要是爱国，又不可能理性的了。你只要是进入到这个大外宣的系统当中啊，变成一个爱党爱国的洋五毛，那你忠诚不绝对，就一定是绝对不忠诚了。所以你必须要争着抢着，争先恐后的看谁更爱国、更激进啊，越来越没有底线。可是他又想保持一定的底线。他曾经说：“我一直在观察中国的声音传播者在国际社交媒体上的活动。坦白来说，我认为他们的工作的成效是非常不理想的。”后来呢，说这些外宣人士也找到我，跟我谈合作。后来他说他拒绝了外宣单位的合作需求，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希望我传播的材料只会摧毁我在国际群众中的理性形象啊，就是舔共舔的太夸张了啊，就是影响他的形象。他说这样做会适得其反。虽然他这么说，但是后来还是做了很多大外宣的工作，只不过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他想当中共的吹鼓手，想要夸中国，但是又不想夸太恶心啊，想要这个姿势很优美的去夸。不好意思，那凭什么让你这样出风头呢？那些想夸中国的人肯定要敲打你嘛。比方说，你是不是假装是夸中国，实际上在暗地里贬中国？比方说，他就讲了，我参加任何的社会活动，都会有人向我同事和合作伙伴来举报我冒犯中国。这些人的恶意举报，经常让接受到举报的部门陷入核查困难，也让我损失了很多合作机会和发展机会。根本问题是什么？是制度。到现在为止，他都不明白中国的问题在于制度。为什么别人一举报，你就失去了任何的工作机会？因为你要依靠这个体制。这些人都胆战心惊的，害怕跟一个反华分子、海外的间谍去合作，所以他们很害怕。他害怕你被扣上了一个反华分子的标签之后，这些公司、这些产品也跟着倒霉，政府会连带的把他们给处罚，或者让他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根本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个人的表达空间。你只能一味的去夸中国，夸的还不够好，你都可能会遭到像海万娜的下场。这就是海万娜的悲剧，也是所有的粉红和五毛的悲剧。当然了，这里边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在高级黑，因为知道海万娜是亲共的，是舔共的，所以就故意的利用中共这个机制去搞他，最后导致了他自己遭到了社会主义的铁拳。我真的除了活该这两个字，真的找不到另外一个词来形容了。他不停的给自己辩解，说哎呀，我总共发了2244条的推特，有2219条都是正面描述中国啊，都是在夸中国的。他说我在推特上发完一个支持中国的帖子之后，再回到微博上又看到一堆人骂我对中国不敬，我一次次充满困惑和复杂的感受，经常想要离开。即使他是要离开了，他还是要最后解释说，我真的没有想要傲慢的鄙视中国，一次都没有过。感觉自己非常的委屈啊！我一直在舔共啊，我一直在夸中国呀，怎么能说我是两面三刀的反华分子呢？比方说，他曾经参加山东春晚的活动，结果有人举报到电视台，说我冒犯中国，电视台最后把他参与演出的节目给剪掉了。他说他白白为这个节目付出了1个月的努力，然后为了证明自己全家都是多么的热爱中国，他说他的中国丈夫曾经在海外维护中国的形象。其中，在美国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的一次气候国际会议当中，当场舌战群雄，维护中国的地位。然后还说，曾经成功的阻止了德国北部发起的一次反华示威游行。另外，他所在的研究所所长曾经在2019年试图引入一个反科学间谍的培训项目，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间谍。结果遭到她的中国丈夫带头写了一封抗议信，而且还联合了这个海文娜的父亲和当地德国人权律师界的朋友支持，成功谴责了所长的行径，导致所长被迫道歉，还承诺不再引进这类项目，成功的让德国更容易被中国和俄罗斯渗透。她觉得这是她和她的丈夫共同的为中国做的努力。我甚至觉得她讲出这个话都已经不是大外宣的范畴了，已经是成功渗透到西方社会的统战势力。当初他在微博上面发出我的这个影片截图，结果我的那3张照片全部被屏蔽，被微博屏蔽。他当时居然都没有想到为什么？为什么呀？他在骂我呀！可是我的影片的截图居然在微博上显示不出来，证明什么？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嘛。既然没有言论自由，那么不只是没有骂的自由，甚至都没有夸的自由。
或者没有夸得不够好的自由，这才是他最终决定退出微博的根本原因。他到现在都居然没有明白他失败在什么地方。我相信未来我们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一定会不断的看到越来越 low， 或者用好听的话就是越来越接地气的这些爱国影片。那些小骂大帮忙的都不会再允许他们出现了，因为你毕竟还是在小骂，即使你大帮忙。这就是一个国家从威权时代走向集权时代的一个很典型的现象。但对于我们外界来讲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些五毛粉红他们会相互厮杀。就像现在胡锡进已经被那些新起的爱国大 V 们骂得狗血喷头了，因为他们在争狗粮。毕竟蛋糕就这么大，政府的经费就这么多，大家要去分，大家要去显示出我替中国讲话讲得更好，我舔共的姿势更优美，你们不行，他们要去抢这个爱国舆论市场。所以我们会看到非常有趣的现象，当然也会整体拉低这些影片的素质水平。但是在一个只讲政治正确、只讲爱党爱国的舆论环境下，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就像过去的红色歌曲，什么社会主义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这些平白的词汇，不断在歌曲里重复。就这些歌曲就是洗脑歌曲，它没有讲出任何的好的地方，为什么好，怎么好，有没有证据来证明，有没有数据来支持。总之，它就是告诉你，就是好，就是好。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这难道不是整体拉低了全民的智商吗？但是你必须要在这个环境下去生存，你就只能去装疯卖傻了。忍受不了的人当然想办法就要润出国了。总之，到底什么时候会到那样的程度，就要看习近平的加速到底给力不给力了。习近平如果能够做到全面大清洗，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纳粹式的或者是低配版纳粹式的军国主义国家的话，那么最终一定会走向彻底的灭亡。如果他做不到的话，当然可能对中国人来说会更好一点，就是不会发生战争，至少不会跟欧美国家发生巨大的冲突，因为他自己就会四分五裂。不管习近平是成功还是失败，时与势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超过一半的人只是看我的节目，没有点击订阅，希望大家能够动动手指订阅我的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